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所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我今天看到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应该也是算是小朋友了，反正年纪一定比我小的一个女性朋友在网络上发问，她说为什么香槟酒，一个香槟笛形的那种香槟香槟杯子，那气泡那个酒倒下去之后呢，喝到比较后段了之后，那个气泡都会从那个杯底的中间那边慢慢缓缓的冒出来。当然一开始气泡倒下去是很茂盛，就是很激烈的。然后为什么喝到后面就会变成从中间慢慢的冒出来？其实早期的气泡杯，以后我会开题专门来讲香槟酒但是先提一下，第一个，早期认为酒酿出气泡出来呢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失败的一个酿造，所以尽量不要让气泡产生。那传闻中改良这样结果的人就是有名的 Dom Perignon 那个修士，所以当然这个亦真亦假了但是很多人这样说。第二个是早期在喝香槟的时候呢，是用那种有一点像我们在吃布丁那种平口的那种杯子，那就是有点像或是喝鸡尾酒的那种杯子平的那种圆圆的那种扁扁这样子的。为什么呢？你看早期的一些，比如说看之前有讲那个莫扎特的那个电影或者早期的那个什么伊丽莎白什么那些电影。他们用很多这种杯子在喝香槟气泡酒，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倒法呢，气泡很快比较快散掉，想一定是这样嘛，因为杯口比较大。第二个是香气比较容易出来，然后香槟酒对他们来讲不是要放得很久慢慢喝的酒，它不是红酒那种类型，他们是愉悦型的酒，所以对于当时来讲呢，很快就是展现出这样华丽的香气，然后那个气泡出来，然后可以很快把这个酒给喝完，品尝到最好的果香等等的。对于那个年代来讲，是这种才是正统的香槟杯。这种香槟杯其实还找得到所以如果有心想要研究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在家里买一点这种香槟杯，因为它不是不能喝，它只是对于酒体的影响是跟现在的笛形香槟杯，或者是比较流行现在用 Riesling 的那种杯子来喝，差别很大。那至于说这个香槟的气泡，因为香槟大概差不多5-6大气压嘛，整个瓶子里面大概5-6大气压，然后 Cremant 就是下马槽法那种大概是3-4大气压，就是略微再低一点。那所谓的大气压是指说，因为它在瓶内2次发酵，所以里面那个过程中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它是被压缩在这瓶子里面的。而且呢，各位要知道说，在氧化过程中呢，那不是在氧化，在酿造的过程中呢，在瓶内2次发酵的时候呢，它是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然后氧气越来越少。那这个二氧化碳就形成压力，这个压力呢，就是说被聚集在这个香槟的瓶子750 ml 里面嘛，所以它就会融入因为压力一直压迫，就算它那个2次发酵产生的那个二氧化碳，它也会被压迫成小小的。简单讲就是说，它是融在这个酒体里面的。所以当我们不要去晃瓶比较好晃瓶那个只会浪费香槟因为你晃瓶之后瓶子不会破，但是你打开说它那个因为晃瓶的关系，那气泡受到扰动就会跑出来。不然的话，你这样平静的放着，它就好像我常讲的红墨水的实验一样，它就会跟酒体是共存的那个气泡，然后就很平均的融在这个香槟瓶里面。所以如果说我们去外面吃饭的话，或者在家里的话，你香槟基本上都存放着，不要去移动它。
这样会让瓶子呢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如果你带出门的话，它就会晃动到，所以一定要先放着，放一阵子再开。其实这个原理就跟我们在喝啤酒啊、喝汽水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像汽水是几乎是人工添加的嘛，啤酒的话是发酵的。那啤酒喝起来，有些啤酒像日本人特别会酿这种啤酒，那个气泡喝起来很绵密，很绵密，其实就是那个气泡很小，很小的话表示它在酿造过程中压力一定是比较大的，把那个气泡压缩的很小。那至于这位朋友讲说这个为什么一开始喝气泡很茂盛，很一下子就这样都冲出来，这个很当然就是很想当然耳，因为你就像开汽水瓶一样，开啤酒瓶一样，一开始总是会冒出来，因为里面压力比较大。但是等到这个外面跟里面的压力开始有一点点平衡，不是完全平衡，你杯子里面的酒的那个气泡压力还是比较大。这个时候呢，由于那个杯型，我讲的是那种笛状的那种香槟杯呢，由于这种设计呢，它的那个杯底中间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般的制造这种杯子的时候，特别是手工杯的话，内部通常都会比较稍微粗糙，那种粗糙是我们表面我们看不到的。有人叫做好像核化点还是什么东西呢？核是核子的核，化学的化，核化点，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那种细微的裂缝，人眼看不到，酒也不会也不会漏出来，但是你那个生产的这个微小的气泡会躲在里面，特别在杯子底下那边更明显，因为那个地方是要收口的位置嘛。所以当其他的气泡慢慢都消失的时候呢，其实它中间还是会有藏在那些所谓的核化点的这样那些就是凹凸不平处那边慢慢在冒出来。可是因为气泡变得比较少了，即便那边比较多所谓的核化点，它气泡还是会冒，但是不会很多，而且就是变成一粒一粒这样比较缓慢的跑出来。这是简单的解释了。所以香槟杯，它气泡产生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只是因为这个香槟本身二次发酵，而是包含这个杯子。所以你的杯子呢，我讲说太过粗糙，这样讲有一点太过夸张，就是说那个香槟杯呢，手工杯会比机器杯好一点，就是因为手工的话，基本上人在吹那个杯子的时候呢，你的那个吐气啊，或者是你的人体本身就不是机器嘛，那你那个杯子就会有那种杯子里面呢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的平整那种比较不会那么平整。那中间如果产生一些比较小小的不平的凹处的地方，它们叫核化点，那气泡就容易躲在里面。这是一个普遍上的说法了。但是我们也要回过头来想想看，就是说，香槟5、6大气压的话，这5、6大气压相当于多大的水准呢？那香槟瓶又是怎么设计？你有没有发觉香槟瓶底下通常都是比较，当那个凹起来的地方，通常会比较比一般葡萄酒还要深，因为它的设计就是利用圆形，就是那种特殊的香槟瓶的设计。香槟瓶不用我解释，就是它比较胖嘛，它那种设计底下又凸起来，这样内部凸起来，它主要是要不是抗击外界的压力，是要抗击里面这个大气压力5到6的大气压力，怕它爆开。所以香槟瓶一般都比较厚，然后设计瓶子也是比较特别，然后塞进去软木塞呢，基本上你拔出来之后就几乎就塞不回去了，不是几乎，一定塞不回去。然后而且之前还要先用反正铁线什么去把它缠起来嘛，在外面再加锡箔纸。通常有加锡箔纸的那种的品质会更好有一些比较便宜的，比如说Spumante 啊、Frizzante 啊那种所谓的下马槽法机器大的那个酿造槽去酿出来的那个香槟，或者是说直接加二氧化碳的那种，当然它就比较
各方面都会比较粗略一点。那香槟呢，基本上5、6大气压，大概相当于怎么样的程度呢？我知道很多女孩子很喜欢潜水哦，呃，我以前也蛮喜欢潜水，但是我的潜水方式是比较呃，也不是现在所谓的自由浮潜，我现在有些浮潜是那种还要拿一个绳子这样垂下去那种的。我不是，因为那个是要挑战人类的极限，比如说前100公尺或什么的。那在游上来的过程中，你就中间你还要有那种气瓶装不同的气体，让你做减压的动作，而且你待在一个，比如说上升20公尺几公尺，你就必须要减压，或者这减压过程，其实你要待在那个水域里面一阵子，所以其实这不是我喜欢的。我所谓的对我来讲，所谓的潜水就是比较像是浮潜，但是那种浮潜呢，就是我还可以想办法，如果有穿蛙鞋的话，还可以想办法潜到比较深的水底。比方讲，年轻的时候，我讲年轻就是我18、9岁的哈那种，17、8岁的，因为花莲很多的海啊，或者是某些稍微水域稍微安全一点的海，或者是也有游泳池，我们的游泳池有些也是蛮深的，或者是河哦，或是以前的所谓的现在叫做沙卡党溪吧，以前我们叫做以前的花莲人称为那个地方叫做神秘溪。讲神秘溪，只有我这个年纪的人大概才会知道。沙卡党溪是后来是因为那个是太鲁阁族他们的呃，应该是太鲁阁族吧，他们的语言，所以现在很多地区都恢复成那种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嘛，他们的语言嘛。但是以前我们叫做神秘溪，就好像你现在如果到很多高山部落，有些当然已经改了什么什么，就是名字看起来比较怪的那种溪哈。的村庄的名字，但是还是有些村庄没有改，所以你在山上，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个复兴乡吗？复兴乡复兴乡还有什么村啊，中正村啊的这个自强村啊，而且那种地方可能都是在高山上面，特别是复兴乡，北部一个复兴乡很有名的就是产水蜜桃，对不对？拉山那边，然后北横，然后南部的也有一个复兴乡，这几年受那个地震的影响，那边本来是产很多爱玉的地方。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那个什么八风灾啊，八风灾啊什么的，9·11已经发生过。我记得我是2005、06年开车去绕，所以北横、中横、南横、北回南回我都走过了。那南横我也走过现在就说不能走，所以我很庆幸我在那时候我自己开车就这样走了一圈，然后很多地方现在都不见了。那我在南横的那个复兴乡呢，就看到旁边的他们那边后面当然长了很多那个爱玉，有些是人工栽培的，也有那种野生比较贵。他们甚至在旁边的电线杆都已经有长了爱玉，爱玉是一种类似藤蔓的植物就这样像百香果一样这样长，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长了一颗一颗的爱玉。但爱玉怎么制作，你们自己在上网查我这边不知道讲这些东西怎么扯到复兴乡呢？原住民的部落我刚刚是要提什么？香槟嘛，香槟酒。那游泳大气压力就是如果我是带一个蛙镜，然后就是那有管子那种，然后穿个如果有穿那种胶鞋，就是那种
可以走礁石那种鞋子，那个很重要，因为礁石其实很利，然后再套上一个传统基本型的这个蹼蛙鞋。我在2003年的时候有去过马尔地夫嘛，我在那边住了一个岛，住在一个跟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去的，住在一个岛上面，待了7天，每天就在潜水，而且不是那种潜下去那种水，因为那边当时还没有受到中国的游客或其他游客的污染，大部分都是意大利或德国人为主，黄种人非常少，有的话也是顶多有一些日本人。那台湾去的就更少了，所以我当时要从新加坡，我们从台湾飞新加坡，新航有飞那个飞到马尔地夫的时候，他们的机场好像马列机场，那我还去他们那个首都那边去逛了一圈呢，所以大概很少，现在应该很多了，但是当时很少人去他们的马列里面去逛的那个首都岛屿。然后我还后来坐汽艇，在1个多小时，一到2个小时，坐到一个我已经先预定好的一个海岛。他们那海岛真的非常漂亮，它不用潜，它只要浮潜就好，你就可以看到一大堆的鱼，而且那个年代20几年前，那里面那个珊瑚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我还追海龟啊，看到一大群那鱼从我前面飞过去。我讲的是不是只有热带鱼还包含一些，因为我有游出那个叫 reef 嘛，那个 REEF 那个一个岛外面的那一圈那个叫 reef 嘛，然后在外面他们叫 current， 就是有洋流的地步，那个 current 就是 CURREN， 通常这个珊瑚礁的岛屿，你你讲它大陆棚也可以，可是它基本上不是沙子，它几乎都是珊瑚礁，所以呢海水颜色非常丰富。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很深，就是可能1-2公尺而已。然后那边又靠近赤道，所以那个阳光照下来，在那个印度洋真的非常非常漂亮。那个你去穿厚重潜水衣就没有意思了。我反而是去这样每天，不过那时候游泳就是还要穿衣服。那穿衣服呢，就是穿 T 恤或者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擦防晒哈，我大概1个小时就要擦，不然那个紫外线实在太强了。即便你这样擦，你还是要穿衣服会比较好，裤子什么，然后这样，当然就是比较薄的那种，然后在里面游泳。然后我还曾经试着游出那个珊瑚礁的外面，然后一下去就可以看到那个珊瑚礁是只是长下去嘛，后面就越深就看不清楚了。然后你仔细去瞧，你就会看到一片是那种深蓝色的大海。那时候心里就会觉得对大海有畏惧之感，因为我本来只是敢在外面这样，就是靠近的边缘这样看，可是后来也是快要离开前的1-2天吧，我就鼓起勇气，我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因为她在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我就说我要往那边游过去哦，因为那天也是风平浪静的，我就想说要挑战一下自己，我就游出去，所以游在大海，大概游出去10公尺左右吧。然后我还有拍照片，我还请我女朋友到那边缘帮我拍照片，用那个防水袋装那个相机去拍照片，因为那个年代的那个数位相机很贵哦。那在游的过程中，底下是一片全部都深水，而且我只有自己一个人，然后带着一个这样氧气罩，还有穿蛙鞋而已。可是穿蛙鞋的帮助很大，就是你稍微蛙鞋的踢动会有它的自己的道理在哈，它可以帮助你移动速度比较快啊。加上我本身我的泳姿没有很标准，但是我天生就不怕水，而且也不会惊慌的那种型的，所以从小就在花莲长大，就会游泳啊。我们小时候游泳池都是在海边，大部分在海边啊，当然也会去游泳池啊。我要提了半天，就是说了不起潜个10公尺。就很难潜下去了，因为除非你有带那种负重的那些东西，那一般所谓的对我来讲我们那种所谓的 snorkeling 的半 snorkeling 的自由潜水呢，完全靠的就是自己的一口气罩着，然后你要到水面上去换气，要把那气把它吐掉。
然后就再吸口气，再继续再游，很快乐。那时候很快乐，在那个岛上又没有什么外人，就是没有什么很奇怪的粗俗的人，大家都彬彬有礼。那去那种岛屿度假，就是跟在天堂差不多。那时候我喜欢去那边度假，然后我也喜欢去巴厘岛。那时候的巴厘岛也是非常的淳朴、干净，很有宗教气息，里面的人都很有礼貌，不会像现在这种，可能就是搞不好一堆台湾人啊、中国人啊，甚至哪里来的人开了店，所以就一条龙带进去服务，全部是到那个岛屿，但是非常的市侩，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以前住的那个所谓的 villa 或者什么，那个真的就隔得很远，然后非常的热带风情，很安静，然后吃的东西也都是很道地的，所以，哎呀，当时真的认识了不少人，认识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女生，年纪跟我差不多。那美国人后来在纽约做这个艺术的策展的活动，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当时我跟她有几天，后来都在同一个饭店，我们还常常一起游泳。后来我要转到另外一个旅馆去住，因为我去巴厘岛一次都7、8天以上哦。然后我会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今天最后一天，然后我可不可以帮你拍个照？他也跟我讲说可以啊。那早餐刚吃完嘛，我说我等一下就要整理行李要离开。他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我们除了留那个 contact 的那个 information 之外，他说拍照，他说你要在哪里拍？我说在餐厅、游泳池、餐厅都可以。我本来想说晒太阳这样拍嘛，然后他说好 ，OK，他给他准备一下，他是楼上拿了东西下来之后，走到那个游泳池旁边那个躺椅那边呢，就开始脱衣服了。他就当然就穿比基尼啊，然后就是那颜色就是小麦的颜色，然后笑得很漂亮。然后我就觉得我并没有要求要这样，我本来只是想跟他拍个脸啊，或什么两个一起合照。他很大方，他就是展现，本来就只是给我拍。后来我们两个还一起合照，那个照片看起来真的很，对我现在想想觉得有点诡异，就是我比较白，他比我颜色还要更，他们叫 tan 嘛，TAN 嘛，就是更小麦芽的颜色。后来回台湾之后，我们还有联络一段时间。他年纪当时应该比我小过3、4岁了。我不晓得，有时候人生很难讲，他也没有什么种族什么歧视或什么。那时候我们聊得很开心，因为到后期我在那边住那几天，不管是我先到或他先到，有时候我们两个在有看到就聚集在一起，两个就一起聊天。所以，生活实在是那时候的生活，各个酒也便宜，各个地方这种比较淳朴的地方呢，巴厘岛呢。都是我那时候还往东部的巴厘岛去走，甚至我还考虑往北部的巴厘岛去走。我也有在巴厘岛浮潜过，所以那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跟现在这样人满为患，或是很多疫情前很多中国人啊，真的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去这些地方最好都是不要跟团的，自己去会比较好玩。我那时候在机场就遇到，在巴厘岛的那个 Denpasar 那个机场就遇到一个老外，一对夫妇，老外夫妇年纪比较大，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是他启发我后来去马尔地夫玩。他是说，他今天来这个巴厘岛，然后巴厘岛就是一个 paradise， 因为他常来，然后我就说。他说是 another paradise， 我就说 another paradise， 然后那你意思说你有2个 paradise？ 他说对，他说他刚刚就是从另外一个 paradise 到这个 paradise 来天堂。我说那另外一个那个 paradise 是哪里？他说马尔地夫，所以那时候才开始规划说想要去那边玩。因为那个规划就是因为航程大概8个小时吧。所以要在新加坡要落地，你搞不好可能要待。如果你可以规划那种落地签，然后玩个2天3天，然后再坐飞机再坐到马尔地夫，要待4个多小时，有时差了。然后要到在小岛里面，可能越淳朴的小岛，当然越靠近赤道，越比较
没有人烟的地方嘛。他们是一岛一饭店嘛，一岛一天堂，那可能又要2个小时，所以去马尔地夫来回真的是其实是很辛苦的。可是我们那时候也留下了不少照片，就觉得说，它甚至有我们住那个岛是，一旦退潮的时候，中间还有路会跑出来，你可以走路走到另外一个岛去，甚至还有带我们去这个印度洋开他们传统的船，那种扇板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去直接拿那个鱼线用手拿去钓地中海的鱼。我记得我是我们当时船中第一个钓到鱼的，拿起来他们来帮我拍照，那鱼还蛮大只的，后来变晚餐。我要讲的就是说那时候，而且新航当时帮我们安排从新加坡要坐到坐到马尔地夫的时候，因为他觉得很少东方人会去那边，然后又看到我们是情侣，所以还自动帮我们升级成为商务舱。所以我说我坐了飞机里面呢，反而商务舱或头等舱的次数比那个经济舱要多很多次。这就人生嘛，有时候就是比较幸运。我潜水大概10公尺，然后那个就会觉得耳鸣啊，压力就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以海水来讲，每10公尺大概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从海平面往下潜水10公尺的话，那就是2大气压，因为海面上是1嘛，然后10公尺以下是再加1就变2。那香槟所谓的5到6大气压，也就是说，它大概如果你把香槟瓶子，前提是封的好好的状态底下没有破裂什么的然后把它放在这个50公尺、60公尺下呢，它是不会破裂的所以有些人会用什么这个，就是在这样。包含日本酒也是啊，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去陈年，因为他们要去试验说这样陈年效果会对这个酒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之前有看有人写说什么把空瓶子掉到水里面去盛几百公尺什么深海的水，那根本就是狗屎啊！因为如果香槟瓶，因为它本身内部有就是我可以看50-60公尺深的那个气压在，因为28效嘛。如果它再往下深一点的话，那个瓶子又是正常的瓶子我讲的不是说我们特地去设计一个什么钢的那种香槟瓶，那个再往下放它就会破掉了，会被外面的气压给挤破了。所以就是大概1年前吧，不是什么有一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一个研究一个团，也算是观光团体，他设计那个船，那个小的潜水艇。而且上面超重的东西，好像我记得他是拿那种像游乐器的那种超重杆吧，然后在水底下，各位上网可以找到一堆这个它的动画，模拟它的动画。他们是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除了开始听到啵啵啵啵的那种压迫的声音之外呢，其实一旦突破了，它不是越变越小，它是会突然就把你压扁了。因为那个气压是很恐怖的我讲到这里就是说，有人讲说什么香槟在多深的这么捞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啦。因为以现在的科技来做，顶多就是50-60公尺左右就差不多了。当然，如果特别去设计一些比较耐的，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但是你要考虑到那个瓶子的材质那有关香槟这个，就是由这个问题我一路延伸到这边来谈。另外我想谈一个话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就讲酒好了那香槟瓶一定比较重嘛，对不对？这个也是给各位一个小常识就是说，一般葡萄酒瓶是750公升750 ml， 不是公升750毫升，然后再加上瓶子的话呢，基本上你觉得这样一瓶瓶子的，假定这是一个香槟瓶，假定这是一个葡萄酒瓶，你这样拿起来，你觉得这样一瓶酒是多重？就没有开的状况底下750毫升的酒，差不多就是1.5公升，
就是750对750，就是说瓶子是750，水那个酒也是750，差不多。我只讲差不多。那当然也有设计比较奇怪的，或是比较也许厚一点的话，因为那瓶子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它要隔绝那个光线，它要不要让光线很容易穿透进来，那个里面特别是它的紫外线会造成那个酒子里面的酒快速的氧化，或是它氧化的那种那种结果会不太好哈，因为有些东西不能操之过急。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外面拿2瓶酒，像我这阵子跟朋友约在台北吃饭，或者在台中吃饭，我就说我真的很累，特别是比方讲，我车子要停在那个市民大道底下，要走上来。各位如有台北的朋友都知道，反正他那边走上来那个楼梯通常都很长，也没有我去那个地方是没有电梯的。我每次看到要拎着，比如说4瓶酒要走上去的时候，4瓶酒就相当于6公升，然后还有我背的包包，因为我要住酒店嘛，因为喝完酒不能开车，换洗衣服或什么东西的，然后暂停着酒走上来，真的很累，真的很累，因为年纪大了，就是这样走上去都气喘吁吁的，而且前阵天气比较热，所以那吃那饭，我后来想想，真的觉得吃力不讨好，因为非常辛苦。我愿意分享，但是带酒要从宜兰出发，或是我要先到台北这边去我的租的酒窖里面去拿酒，停车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拿到酒之后，把车开去停车场，或者先到旅馆 check out， 然后再提着酒去餐厅，很麻烦。所以通常我说你们喝不完没有关系，不用勉强，喝多少就是多少，剩下就你觉得哪一瓶比较好喝，你就可以带走，都带走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某一瓶酒特别好喝，我会希望有一些酒是分给那个外场的员工经理，他们可以喝，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哈。我讲的是某几间餐厅，那个是 fine dining 的，就是吃的是比较讲究的那种餐厅，一个人可能就要6000到8000块左右。而且他们不会跟我收开瓶费哈。我这边海岸的朋友就知道我讲的是哪一间了，不然一般开瓶费一瓶是500块钱，通常我都会带4瓶酒去，所以喝不完的，如果是2个人绝对喝不完的。那这个题外话，我前阵子有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因为我想把这个做个结束哈，32分钟了。刚提到这个香槟的发想，是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有一个女孩子在问问题嘛，那连带着我觉得这个可以一起谈，就是说也跟接续昨天讲的，昨天是提到说什么时候酒是可以适合喝的，然后我主要是强调14代那种酒呢，不是看品牌在喝，而是14代他们的想法是。他是在桶子里面培养到最后之后，每天喝到他觉得这个酒都在这个桶子低温的环境，通常都是5度或5度以下，然后觉得这个酒已经什么酒叫做好喝呢？我在此我不定义说什么果香什么那些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先强调一个平衡，就是说这个酒呢刚酿造好的时候，那酒精的分布我已经提过很多次，就像墨水那种实验一样，它不太平衡的时候，你喝起来有时候会比较哪边会比较刺、比较辣，或是比较酸甜分布没有那么均匀，包含色素不单宁等等的，所以你需要有时间给他们去做均匀的散布开。另外一点就是说，在散布过程中，他们也会彼此会某些，比方讲说，酸类跟这个酸类跟酒精，对，酸加酒会产生酯类酯化的反应，酯类我们都知道是芳香物质嘛，所以当它在过程中不但平均分散，而且会有机会可以碰撞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所谓的 bouquet， 那这种的香气出来啊，这是属于香气的第3种变化。那
其实还有一种啦，就是说这是比较少人在提的，就是说这种脂类的东西呢，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糖，它是聚合物嘛，然后如果时间久了之后，某些脂类其实会结合在一起，会变成比较长链的脂类聚合物。那这样的话，那个香气比较不容易分解开来。啊，这种香气呢，就会因为结合过程中也会更为持久，就是会更在喝的过程中会觉得会更华丽的感觉。然后单宁呢，因为慢慢的它跟我说跟那个跟酒精啊、跟花青素结合啊什么的，它慢慢的也会变得就是变成新的物质嘛，甚至沉淀。然后花青素本身也会因为氧化，或者是因为跟这个单宁结合了，就变成新的物质。那物质呢，就是让整个颜色慢慢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血红色或紫红色，颜色会比较偏棕色，就是因为它的色素慢慢变少了，结合成新的东西。这个我之前都讲过了，但是我现在要提的就是说，其实我在大概30个月以前，我有看过一篇报道哈，就是当时就几年前在有疫情发生嘛，pandemic 嘛，COVID-19 的时候，然后法国有做了一个实验哦，就是法国会做这个实验，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哦，但是其实我后来我会想一些事情哦，如果来得及讲，我再讲。他们做什么实验呢？他们就是发射火箭，然后有一个实验舱，然后在那个绕着那个月球，不是绕着地球旋转，几个月3个月还多久我忘记了哈。3个月还多久啊？我看一下，他们放了。他没有提到放了多久，我看一下。14个月，因为他们有点像那种太空实验室这样子，所以这边绕14个月，中间当然有太空人啊，有去换班什么的。那他最主要带2个东西，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啊，但是这2个东西也是他们做实验的目的之一。一个是带了几瓶啊，14，带了12瓶的波尔多右岸很有名的Petrus，Chateau Petrus，有人分成彼得绿或什么 Petrus Petrus， 这个酒很贵哈，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算是波尔多酒的8大之一，它是右边，而且它最主要就是 Merlot 为主。Merlot 这种葡萄呢，它就是它的酸度会比较高，然后单宁会比较柔软，就是比较适合早一点喝。可是，在 Petrus 那边呢，它的酸度和它的单宁反而是比其他地区的那个 Merlot， 它的产区哦，它出产的 Merlot 呢比较单宁是比较结实，然后酸度也是有一定的酸度，所以它很适合陈放。酸跟单宁是葡萄酒很适合陈放的重要的理由之一哈。这也是他们为了去选这个要选用 Petrus 的很重要的原因啊。我刚刚讲错了，他说 Petrus 的那个单宁是比较少，那个Merlot的单宁比较少，但是它酸度比平常还再高一点点。然后在这过程里面呢，就是说酸和单宁都是属于可以让酒陈年的很重要的因子之一。那有一个就已经不错了。那有两个，比方说波尔多左岸的某些，它就2种都有的那种，
那个可以放很久的时间。2000年是波尔多酒很好的年份哈，就是不管左岸右岸都是一样，所以他们当时带了12瓶的这个 Petrus 的2000年，而且是在2021年发射到太空去了，所以成年等于是在太空中成年了14个月，然后在过程中当然有受到那个引力比较小嘛，就是不能讲微引力，就引力比较小哦，微引力也没有错了。然后另外就是说，其实在太空中都会有那个辐射哈，不管你怎么去设计，或多少辐射都会比在地球还要再强。然后他们要观察这个对于酒成年的变化哦，无重力嘛，重力比较小，还有这个所谓的太空的这个照射哈，辐射照射，然后同时还带了320还是360株的那个葡萄牙，最主要应该是 Cabernet 吧，还是梅洛葡萄牙？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因为葡萄牙你下去之后，它是葡萄牙哦，不是那个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葡萄藤，葡萄牙，所以到现在应该才刚开始结果吧，因为一般葡萄栽种，我记得是2-3年左右才开始可以有结果的能力。那2021年的时间到现在应该也没有很久嘛，顶多3年4年不到。那在里面也是有土在种，它就不用像那个叫什么 Andy 什么写的那本小说《火星故事》，在火星上种马铃薯的故事哦。他们是在那个他有带土上去，然后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土或者是水，反正一定会有水啦，但是想办法去种那个葡萄树苗，然后把酒带上去，把葡萄树苗带上去。把酒带上去的目的是因为，而且要带2000年的，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在地球上就可以喝了，就是在地球里面会有2000年的 Petrus， 然后这个带到轨道上面的这个 Petrus 也是2000年的，所以比如它14个月下来之后呢，这边的2000年那时间是一样的嘛，就是说其实时间上是不一样的。各位知道的这个所谓爱因斯坦的这种相对论的原理，就知道说在轨道呢速度越快，反正会影响到时间的因子，就是当然你的那个观测者不同，最后就会影响到这个时间流的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如果 A、B 两个人 A 的速度比较快的话，在 B 看起来呢 A 的时间就过得比较慢。可是对 A 来讲，他自己的速度一直维持一样的速度，他不会觉得自己变慢。但是他有一天他们两个相遇的时候，这个叫双生子杨谬嘛，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哥哥搭了多少光速的飞机呢，0.0几光速的太空船到国外，然后不到国外到宇宙，然后再回来之后，搞不好过了多久之后，他可能就是比他弟弟还要年轻了。因为速度越快的地方呢，时间那个所处在那个位置的人或物种，它的时间本身没有变，可是它对于外面的，就是比如说刚刚讲双生子杨谬来讲，对地球人来讲，它的速度就变得比较它的飞行的速度变得比较慢，时间过得比较慢，但是地球的人的时间就过得比较快。那各位去看这阵不是又重新在播映的那个 Interstellar 那个名字我忘记了，星际传奇吧，就是诺兰导演的那个片子，他不是有一幕是掉到去找太空人啊，在一个海水的星球，然后后来他们再飞回到，等下在黑洞旁边嘛，等到飞回到他们的原来的那个宇宙船的时候，他们进去才几分钟而已，出来好像是25年了吧，已经过了25年，就是时间上就差这么多。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而现在目前为止也是已经是被承认的理论了。我把话题又扯太远了，就是这葡萄酒在上面呢，他们除了观察葡萄酒之外，还有
葡萄牙14个月的生长，然后回来了呢。葡萄牙我先讲好了，因为葡萄牙呢，它最大的影响是受到那个就是辐射的影响，所以它可能比较容易产生基因突变，但是这个目前为止还没有，因为你要等它长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哈。那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更新的消息，但是他们说他们有检查，基本上有些有受到一些变异哈 mutation 哈，那个变异是宇宙射线造成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他们的生长过程变得比较缓慢，生长过程比较缓慢，我看一下。不是，它的生长速度比地球还要快，因为可能它在太空里面重力比较小，就造就它生长速度已经改变了。就它回到地球之后，它那个速度还是应该慢慢的会稳下来，但是它还是那段时间观察的就刚下来没有多久，可能几个月时间之内，它速度比正常的在地球生长还要快一点。对不起哦，因为这篇我本来就想要讲了，所以我有先把字幕叫出来，就是那个文章叫出来，因为有那里面有牵涉到一些数字，我怕讲错。那至于葡萄酒，这才是我们关心的嘛。那葡萄酒的改变是怎么样？葡萄酒的改变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说14个月时间其实很长了，所以呢，他们的比较就是这你看法国人做事的方式。他比较就是他为什么选2000年？因为2000年到2001年，其实这个酒已经是即便是以 Petrus 这么好的酒放的，可以适合酒放的葡萄酒，它都已经是成熟了。就是说2000年、2021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喝了。但他们把它带下来之后，又过了14个月带下来之后，再把地球这一批也是一样2000年的酒，一模一样的 Petrus 的酒。他们带12瓶，就怕会中间会有所谓的瓶与瓶之间的 variation 变异，所以他们都有观测组啊，这种对照组，这种他们都已经思考好了，不会只有带一瓶上去。这我就想到前几天有人跟我讲说要做盲瓶测试，这个我都觉得盲瓶测试，你先把盲瓶测试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可不可以先把它搞懂，然后你设计出来，也许。我也不会跟你比啊，因为我觉得赢了对我来讲没好处，输了呢，我也不怕输，但是我干嘛没事跟你比这个东西呢？真的很无聊。等你的知识再成长一点再说，好不好？我后来就直接把我封锁掉了，烦死了，这种人真的烦死了。喝到1.9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很强了。这个葡萄酒呢，在外太空14个月之后回来，他们也是。比如开个几支这样哈，一组一组的这样，然后分别由就是盲饮，就是有专家的这种可能是那种酿酒厂的人或是酒评家做盲饮来测试来喝，看看有什么不一样。那比较的结果呢，大部分人都认为说，在绕这个地球14个月之后的这些葡萄酒呢。感觉起来，在过程中，他好像经过了比较长的成年，所以，这14个月下来，虽然也有经过那个宇宙射线的照射或什么的，可是他们觉得里面的物质的这种反应啊，微重力加反应，它更容易散开嘛，然后或者是散开过程中有结合什么的。那种情况就有一点像是在地球里面经过更长时间的成年的感觉，也就是说，在地球里面可能多了一样14个月，多了14个月的成年，可是，在绕太空中的这些葡萄酒呢，其实是同样的酒，同样年份的酒呢，感觉成年时间更久，所以产生的bouquet果香更丰富，那个单宁也比较柔和，就是我刚刚跟你讲那种成年过程单宁的变化嘛。另外就是说，这个有关这个酸的部分跟酯的结合呢，让它们更容易产生这个所谓长链的这种酯类，酸加上酒精会产生一个酯的化合物，但是酯也会在这个无重力，就是微重力环境下很容易去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
比较常练的纸，所以它的香气比较持久，比较滑润，口感比较滑润，酒体比较丰裕，然后香气比较丰富，然后又持久，就相当于说那个酒呢，本来2000年的到2021就已经可以喝的，但它发展出来的结果，他们没有预测说大概多少，他只是说几乎都是一致认为说这样绕过太空之后品质比较优秀。这我就不禁想到，因为太空上的速度比较快嘛，刚好跟那 Interstellar 是有点相反，是因为 Interstellar 那个电影里面提到他们是靠近那个黑洞，所以它的重力影响大过于时间，就这对重力对时间的影响比那个速度，因为它在那个在那个充满海水的那个星球，虽然速度也比较快，但是远不及于重量带给他们的那种时间的变化。有关于 space time， 自己各位再去研究哈，这我就不多讲了，我们不是科普节目哦。我不禁想到说，他们这个12瓶酒呢，在绕这个当卫星在绕地球的时候，它速度远比这个酒放在地球的速度要快，而且那个重力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地球又不是黑洞，然后这个地球的重力我们会觉得很大，那是以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基本上在这边的重力跟在上面环绕那个类似像卫星这样，它重力并没有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有人做过那种原子时钟带到上面，然后再下来再量测那时钟的差异，也是我忘记几秒钟了，没有到什么十几秒哦，它那个秒数其实都是还很短，差距都很短的，因为地球重力太小了哦。但是对于这14个月，对于这12瓶的葡萄酒来讲呢，我们也可以想说它的速度比较快，所以葡萄酒本身呢，他认为他自己的，如果他有生命的话，他认为他自己的时间还是不变，但是他当拿回来在地球当对照组的时候呢，他相较于同样的他的兄弟们都2000年的 Chateau Petrus，他就等于是经历过比较长的时间的成年的感觉。他后面没有讲结论啦，但是我是说，也许这个已经过了21年了，就是21年，算21年就好。然后，但是这个在太空中14个月，这个呢，可能是喝起来像，经过了25年好了，随便举例的哈，就喝起来比较好，而且他们喝得出来它的差异性。究竟是因为这些品酒人特别厉害呢，还是因为真的就很明显，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用这个话来做结论哦，就是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葡萄酒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如果马斯克的 SpaceX 他真的能够载人到空中做，不是空中，到那个太空中做旅游的话，那以后会不会有发展出空中的酒窖的服务呢？对不对？我只要把酒寄上去，然后绕到多久再把它收回来就好了，因为收那个也不会很困难的事情嘛，你装好就好了。然后你可能在太空中绕3年的时间，就相当于，我是举例的啦，我不晓得，或是你的速度再更快一点，那是不是久了理论上来讲，它成年时间就会更为这个时间更为压缩，然后整个时间更为拉长了，你不能讲压缩，就相较于地球来讲是拉长了，然后酒的成年效果会更好，这样是不是可以很快就喝到好喝的葡萄酒？日本人是把葡萄酒拿到那个太空去了，我有看过这样的新闻。但是如此一想过来，这样对于日本酒应该是更糟的选择吧？除非他想要做古酒，因为老得更快，日本酒就要喝新鲜的那刚刚讲到在海里面，不过因为地球重力实在太小，你即便是丢在马里亚洋纳海沟，第一个你瓶子撑不住，就算你瓶子撑得住，它那个重力影响还是比较小，所以
如果要用重力来影响这个葡萄酒的成年的话，是不是应该用那种飞机就是训练飞行员的那种重力加速的那种旋转的那种重力加速器，这边绕个1个月，因为都要9G 嘛，9G 很大的那个啦，因为人都会昏倒啦。那这样绕一绕会不会让酒的成年也变快？因为速度变快嘛，对不对？它速度快，那就跟刚刚讲的绕14个月那个类似一样的道理。没有啦，就是我讲话这种东西，我喜欢发散性去思考。就是说，从葡萄酒，从延续昨天的14代，然后讲到香槟杯的原理，香槟的气泡形成，还有它是藏在那个所谓的核化壁里面，然后越底部那边手工杯越底部的地方，它的核化壁越相对来讲比较密集，所以当其他气泡都不见的时候，那里面还藏了不少气泡，它会慢慢的冒出来，因为就是底下通常都是一个小块的区域嘛，所以它冒出来就是一条线这样子。但是香槟刚倒出来时，有可能也是万马奔腾哦，这个各位应该都有经验哦。然后再谈到有关于浮潜旅游的事情，也讲了一点哈。其实我旅游的事情，其实之前有出版社问我要不要写旅游的书，因为我去过一些地方旅游，我相信我有能力去写出一些有点文化，又可以讲美食，又可以讲到一些类似游记什么类这样的书，或有趣的东西，因为我的观察还算蛮入围的。可是我后来我说，我并不想写那些很普通的。如果你们要资助我写跳岛旅行的话，我讲的是米克尼西亚什么那个3个峡那个什么怎么西亚就那个在纽西兰在澳洲上面的那3个群岛，什么社会群岛什么的，我觉得这种跳岛旅行应该蛮有趣的，但他们说那应该很贵吧？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可以写完之后我们再来出版，谁要帮我出钱？后来就没有了。但是有点可惜哦，而且我喜欢海，所以这边叫海恩嘛，对不对？虽然现在改名叫道理哦，但是道理强调的是填土之道，海恩强调的是海洋的恩惠，其实一样的意思啦，就是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些美食美酒好的人，其实都是地球海洋、土地等等给予的这个好的环境，才让我们能够去享受到这些美好的事物。然后最后再提到一些在把酒运到，只有法国人大概会做这种事情，把酒放到那个太空中，然后它对于葡萄牙还有对于这个酒的成年的改变。那葡萄牙的改变就是时间还短然后再过几年可能就不一样了。日本人本身他做这种宇宙射线去改变米的那个就是造成 mutation 的，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高岭井变成美山井的故事嘛。那这个部分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杂交或者人力去影响到这个酒质这个不管是葡萄芽苗或者是这个一般的这个水稻芽、水稻苗，让它产生一些变异，然后产生出新的品种出来，就基因突变了。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其实也1个小时，我发觉没办法，我就扯了1个小时。好，欢迎大家这个继续还是支持海恩的人数。我希望哪一篇真正我弄那个短片秀的那种短片就可以超过100多个人看，300-400个。可是目前这种长片呢，大家都不想要听到最后。可是像我讲这个东西，你不听到最后，你就不会知道整个故事比较有趣的部分嘛。难道你希望我拿起来就直接用念的吗？现在好不容易才加上那些翻译有时候不太准的那个 AI 翻译要打1个字的小时的那种去修正翻译是很辛苦的。所以我讲这个，我希望大家听就能够听得懂。但是反正从
前几集开始就已经都有翻译，而且我已经慢慢抓住那个翻译要怎么对准我讲话的时间了。都这么老了，还要学习这些新的知识，不过其实也蛮有趣的，也蛮有趣的。我慢慢在增强自己的一些能力，同时讲这些东西可以让我回忆更多的事情出来，像这个Petru 啊，刚刚讲这个上太空啊，它对酒的影响是什么啊？然后 Merlot 它的单宁稍微比较柔和，所以美国人很喜欢喝。然后它酸度呢，酸偏中，就是那种是有酸度可以陈年的。颜色花青素也够浓，所以在法国的 Merlot， 就是特别是夜湾那边的 Pomejo 啊，或者是像我们讲 Pomejo 是一个产区哦，那 Petrus 是一个酒厂，他们产的白毛堡也是啊 c h a v b r o n 他们也都是100%的 Merlot 啊，也是可以产出很好的酒出来。好啦，1个小时这样讲话讲太多了。按赞、订阅、分享，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更多朋友能够看到这样子的，这叫节目吗？就是至少我会讲出一些道理出来。拜拜，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心目中的餐酒生活，拜拜。